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北京，习近平想借此拉拢孤立日本，并向欧洲大国灌输中共的一中概念。可惜的是，这只是中共的一厢情愿，效果恰恰相反。欧洲心知肚明，台湾一旦落入共党手里，美国和欧洲将蒙受不可估量的经济和战略损失。这时，中共还要求西方选边站，真是愚不可及。与此同时，川普签署了最新的友台法案，这将成为美台正常交往的第一步，狠狠打了北京一个耳光。中南美洲此时此刻正在变天，特别是洪都拉斯，总统竞选进入尾声，得票率最高的2位总统候选人可能会恢复与台湾的邦交。中共在中南美洲苦心经营的一切都将化为乌有。川普特使和女婿与普京就新的俄乌和平方案与普京商谈了大约5个小时。普京似乎还在犹豫，但乌克兰和平也许不再遥远。最可圈可点的还是太平洋东边的日本，高市早苗首相似乎正在积蓄巨人的力量，呼应川普的去共计划。在这个进程中，中共或许根本找不到任何可以扮演的角色，正在被全世界边缘化。观众朋友们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林晴。法国总统马克龙12月3号抵达北京，开始他就任总统以来第4次访华行程。中共外长王毅前往机场迎接。对于马克龙的访问，中共抱有别样的心思。彭博社12月3号报道，中共党魁习近平试图拉拢法国总统马克龙，通过外交手段孤立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期，中共与日本围绕台湾问题的争端中，一直在寻求法国的支持，因为法国是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不过，法国似乎并没有理会。就在马克龙出访前夕，日本媒体12月3号报道说，日本一名高级国家安全官员与法国一名外交政策顾问已同意加强两国之间的安全合作。中共极力争取欧洲支持，只是一厢情愿，事与愿违。中共在外交上陷入孤立，正竭尽全力争取欧洲大国的支持。11月28号，中共外长王毅在北京会见了英国国家安全顾问鲍威尔，在此前一天，与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通话。王毅在通话中提到了英法两国在2战期间战胜日本帝国的胜利，敦促两国在北京与东京裂痕日益加深时站在中共一边，声称这是捍卫第2次世界大战的成果。王毅的举动正值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北京的前夕，中共试图用这个手段要求欧洲国家恪守中共的一中原则。纽约时报报道分析，中共的动作不仅针对日本，更是对欧洲与台湾互动增加的担忧。台湾副总统萧美琴上月在布鲁塞尔欧洲议会发表演说，前总统蔡英文也在柏林的一场会议上致辞。德国外交部长更因批评中共在台海的侵略行为而取消访中行程。研究机构荣鼎集团欧洲关系专家巴金认为，中共向欧洲提及日本争议，意在释放讯息，不要像日本那样跨越红线，否则我们将做出回应。上海地缘政治专家沈丁立指出，中共试图管束日本的行为可能是一厢情愿，事与愿违。台湾一旦落入中共之手，将损害美欧利益，所以北京要求西方选边站是愚蠢的。这等于是承认了台湾问题是国际问题，而不是中共的内政。中共拉拢欧洲大国的招数显得荒唐可笑。川普总统在中南美洲掀起的去共浪潮，让北京正在失去经营多年的地盘。这个地区正在变天，委内瑞拉处在美军的包围中。卫星影像显示，过去1周至少有6艘美国军舰在加勒比海地区活动。洪都拉斯总统选举也进入尾声，领先的前2名候选人都曾表态，可能与台湾恢复外交关系。据路透社报道，12月2号，在洪都拉斯总统选举中以微弱优势领先的纳斯拉拉
以及他的主要竞争对手阿斯富拉都表示，如果当选，他们可能会恢复与台湾的外交关系。川普对洪都拉斯总统选举非常关注。11月26号，他在社交网络上发帖称，阿斯富拉是唯一一个能与美国一起对抗由毒品卡特尔主导的共产主义势力的候选人。如果他不能获胜，美国将不再为洪都拉斯浪费金钱。川普还警告现任执政党，如果他们获胜，洪都拉斯将变得和委内瑞拉一样。在此之前，阿根廷、厄瓜多尔、巴拉圭等国相继出现了中间偏右的政权。在智利最近大选的第一轮投票中，强硬保守倾向的候选人也进入了最后一轮选举。这种右倾多米诺现象被解释为是美国力图在中南美洲清除中共影响的结果。2023年3月，洪都拉斯断绝了与台湾长期的外交关系，并与中共建交。对于洪都拉斯总统竞选中2位领先候选人表示可能与台湾恢复邦交，中华民国外长林佳龙12月3号表示，对此表示开放态度。他说，洪都拉斯大选正在开票中，将密切注意洪都拉斯总统选举的动态。川普对中共的制约可谓双管齐下，在中南美洲斩断中共扩张的根须，在台海加强了与台湾的关系。12月2号，川普总统正式签署《台湾保证实施法案》，强制美国国务院定期检视与评估美台关系指引，并提出计划解除美台交往仍存在的限制。台湾保证落实法案11月在参议院跨党派一致同意通过。根据美国国会网站，这项法案修改了现行法律要求国务院一次性审查对台交往准则的相关规范。国务院必须在美台交往准则生效期间，每2年审查一次对台交往准则，并向国会提交报告，提出松绑美台互动限制的具体方案，并详细说明现行准则如何深化并扩大美台关系。法案提出人之一的共和党众议员瓦格纳发文表示，该法案将强化美国与台湾的关系，并传递了美国坚定抵抗中共在区域称霸的危险企图的明确信息。中华民国外交部长林佳龙12月3号回应说，台湾保证实施法案使台美关系正常化前进了一大步，未来双方可以更完整互动。台湾也将与美国国会与行政部门保持密切沟通，稳定推动台美在各领域的合作伙伴关系。对此，中共国台办发言人张涵批评称，该法案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规定的精神。11月中旬，川普批准了他自今年初上任以来的首次对台军售，提供台湾总值3亿3千万美元的战机备件及维修部件。美国国会授权政府可动用10亿美元对台援助，该预算额度于每年9月底重置。川普围剿中共的大招不只是双管齐下，更有反向尼克松战略这部大棋。不过，这步棋推动起来似乎有些艰难。周二晚间，川普特使维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与普京进行了将近5个小时的会谈。克里姆林宫外交事务高级顾问乌沙科夫会后对记者表示，双方讨论了美国提出的和平方案内容，但未达成任何明确妥协或同意举行新的双普峰会。乌沙科夫表示，会谈期间，普京逐条审阅了克里姆林宫会前收到的4份美国文件中所列的提案。他说，我们对部分内容可以达成共识，总统在会谈中也向美方代表确认了这一点，但其他一些内容则遭到了批评。最重要的是，我们进行了非常有价值的讨论。除乌沙科夫外，俄罗斯直接投资基金负责人基里尔·德米特里耶夫也参与了这次会谈。会谈一直持续到莫斯科时间午夜过后，部分讨论围绕领土问题展开。乌沙科夫表示，
一些美方提法看起来大致可以接受，但需要继续讨论，而另一些提议我们无法接受，但他未透露细节。乌克兰方面已拒绝俄罗斯关于交出乌东仍由基辅控制地区的要求。乌沙科夫还透露，会谈结束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返回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向川普汇报谈判结果。库什纳在川普政府中没有正式职务，但他曾参与斡旋加沙地带的停火。12月1号，泽连斯基在巴黎会见了法国总统马克龙，寻求欧洲支持。12月2号，他转往爱尔兰继续会谈。他表示将等待美国谈判代表从克里姆林宫回国后的最新通报，预计可能在12月3号会面了解情况。泽连斯基在 X 平台发文警告，任何协议都必须确保俄罗斯不会在2014年和2022年2次入侵后再次发起第3次进攻。普京提出的限制乌克兰军事能力的要求，意味着俄罗斯在签署和平协议后可以继续扩军，而乌克兰却将受到限制。泽连斯基写道：“我们必须以一种方式结束这场战争，让俄罗斯无法在1年后发起第3次入侵。”在泽连斯基看来，西方国家提供的安全保障是乌克兰与美国谈判中尚未解决的3大关键议题之一。在与川普特使会谈前的11月30号，普京出现在俄乌战场前线，并宣称俄军已控制乌东战略重镇博克罗夫斯。基辅方面则否认俄军已全面控制这一地区。乌克兰政府高级官员、负责俄罗斯虚假信息事务的科瓦连科11月30号在 Telegram 上发文称，俄罗斯军方谎称全面占领某些仍在激烈交战的城市，是为了影响西方谈判代表的判断。他说，博克罗夫斯的战斗仍在继续。川普的大招对中共已经形成了4面围堵。虽然北方的俄罗斯还在犹豫，在中南美洲和太平洋东岸，日本高高举起了抗共大旗，高市早苗正在赢得越来越多的支持。12月1号，在东京举行的投资论坛上，面对沙烏地阿拉伯等国际投资者，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呼吁扩大对日投资。他引用日本人气漫画《进击的巨人》台词，用英语说：“闭嘴，把所有的一切都投资给我。”高市早苗提到，听说在沙烏地阿拉伯，日本动漫受到欢迎，并结合足球小将等漫画标题以及台词讲述。他强调，日本回来了，请投资日本。在谈及日本的经济安全保障时，高市早苗指出，考量稀土等重要资源，过度依赖他国物资恐导致供应风险，表示将透过供应链多元化以及推动危机管理投资来实现经济成长。高市早苗表示，我们将加快推进相关工作，例如日本和沙烏地阿拉伯企业之间的合作，以促进志同道合国家企业间的供应链合作。沙特声称拥有超过 2.5 万亿美元的矿产资源，包括黄金、磷酸盐和稀土。高市的这番言论正值日中就台湾问题持续僵持不下之际。此前，高市曾提及日本可能介入台湾局势，引发中共强烈反弹。稀土资源是元素周期表上看起来很不起眼的一些元素，但由于其独特的物理和化学特性，因此对许多高精尖技术产品至关重要。激光制导武器、先进战机、军用夜光镜、导弹、iPhone、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核能等都要用到稀土。高市早苗说，我们的目标是与包括沙烏地阿拉伯在内的世界各地志同道合的国家密切合作，维护和加强基于法治的自由开放国际秩序，并重建负责任的全球治理。沙特公共投资基金总裁亚希尔·鲁麦扬在论坛上表示，在供应链和关键矿产方面，沙烏地阿拉伯可以成为亚洲，特别是日本的良好合作伙伴。沙特公共投资基金管理着约1万亿美元的资产，这些资产来自石油生产和其他领域。
该基金的使命是通过投资创造财务回报，并协助沙特摆脱对石油的依赖，实现经济转型。目前，中国在全球稀土提炼领域占据垄断地位，而稀土是多项关键技术的基础。在日本计划加强和沙特在稀土领域合作之际，美国也同样在加强和沙特的合作。在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访问白宫，加强两国之间经济和安全关系期间，11月19号，美国稀土公司 MP Materials 宣布，将与五角大楼和沙乌地阿拉伯国有矿业公司 Ma'aden 合作，在沙特建设一座稀土精炼厂，以扩大中东地区对关键矿物的加工能力。该项目有助于减少对中国稀土的依赖。即将建设的设施将把来自沙特和其他地区的稀土提炼成重稀土和轻稀土氧化物，这两种氧化物在商业和军事领域有着不同应用。据 MP 公司称，提炼后的材料将用于美国和沙乌地阿拉伯的制造业和国防工业，并出售给盟国。台湾资深律师、自媒体人童文勋在12月3号的节目中认为，如今动漫已经成为全球通用的语言，用这样的共同语言进行交流更能传神，引起情感共鸣。他表示，高市早苗正是用这样的语言表达他的决心与意志力，与川普总统一道进行一场新的去中化的产业链革命，重塑全世界的供应链。在这个过程中，中共被边缘化了，因为中共只懂得用穷兵黩武进行威胁，不懂得当代文明世界的通用语言。川普是用贸易取代战争，用贸易化解兵凶战危的利器。高市早苗则用动漫表达坚定的决心，把钱投给我，因为我是你最值得信赖的伙伴。童文勋说，川普和高市早苗堪称最佳动漫联盟，这个联盟越强大，台澎越安全，世界越安全。川普希望全世界都能好好做生意，改善民生，不要战争。正因为川普和高市早苗不畏惧战争，才能真正制止战争。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